用100期视频讲解全部1376款红白机游戏。大家好，我是雷文，欢迎收看红白机游戏终极鉴赏系列，今天是第41期。对于大部分我这个年龄段的玩家，最熟悉的日本杂志应该就是 Famicom 了。它的创刊时间早，持续时间也长，杂志名的来源很明显就来自 Famicom。但要说最早的红白机杂志，却是德间书店1985年开始出版的家庭电脑杂志 Family Computer Magazine， 它也是80年代最热门的 FC 杂志。还有一个趣闻，就是这家杂志发明了说谎剂。所谓的说谎剂，是指故意捏造出游戏中不存在的秘技或场景，然后在杂志上发布。刚开始他们还和游戏的开发方合作，在开发时做出特殊的版本，并将图片给到杂志社用于发表说谎剂。后来杂志社自己也有了修改图片的技术。最初发表这类信息作为一个测试问题，让玩家自己在游戏里研究，过一段时间再公布真相。这样做能大大减少在此期间玩家来信咨询的数量。后来也被用于检查自己杂志的信息是否被其他的媒体抄袭。更有意思的是，有些说谎剂本身就很有趣，因此成了开发者的灵感，把它加入了游戏的续作当中，变成了真实的内容。回到主题，接下来进入1988年9月的游戏介绍。红白机鸣人战，这是 SNK 发行的一款将棋作品，游戏的名字里有个红白机，也就是说它使用了 Famicom 作为名字的一部分。在此之前，这样的命名方式是任天堂独有的，允许其他的公司也能使用 Famicom 作为游戏名的一部分，是当时任天堂对于营销策略的调整。本作的开发方阿尔法电子，后来叫 ADK， 主要和 SNK 合作开发街机作品，最著名的是格斗游戏《世界英雄》系列。将棋的游戏之前在红白机上也出过几款了，本作的模式也算丰富。第一个本将棋是普通的对局，可以单人对战电脑，也有双人对战或者观看电脑对战。第二个结将棋模式，也就是解题模式，这里的题目类型都是在3到7步内解决。既然是叫鸣人战，联赛模式是主要的内容。在这个模式里，从最低的 C 级开始对战，逐步提升到 B 级和 A 级，每个级别都有8名棋手，要战胜全部8人才能提升级别。在 A 级获胜后，进行最终的鸣人战。选择对手时，不同段位的棋手和小姑娘混在一起，其实这些都是虚构的角色。据说本作的 AI 水平还不错，但我不懂将棋，所以没法体会。游戏里的小姐姐们做的都挺好看，个人评价2颗星。魔塔崩坏，游戏还有个副标题巴别塔的英雄，波利佳音发行在磁碟机上的一款作品。开发方 Carry Lab 在这座发布之后不久就关门大吉了。游戏的类型是横版动作，结合了一些 RPG 的成长元素，很多的元素都学习了恶魔城2代。在巴比伦文明的鼎盛时期，人们建造巴别塔试图接近上帝，上帝对人类的傲慢感到愤怒，为了让人们远离塔楼，上帝用魔物将其填满。几千年后，最强大的恶魔阿斯莫杜斯控制了高塔，他袭击了附近的城镇，偷走财宝，并绑架了最美的女孩。主角要营救女友，并摧毁塔楼，恢复世界的和平。一开始主角就出现在塔内，攻击的武器是一把剑，击破敌人或破坏场景里的墙壁都可能出现宝箱，能获得道具。因为塔是圆形的，如果一直朝一个方向前进，场景滚动后会循环重复。在菜单页面能使用物品，查看人物的状态，人物的属性包括了运气值影响得到物品时的增量，像是血量回复的多少这类。每次打开宝箱运气值减1，也有增加运气值的道具。其他的属性还有人物的攻击力、防御力、剑的攻击强度的倍数和武器攻击强度的倍数。这里的武器就相当于恶魔城的副武器。画面底部最左边的 WP 就是副武器的点数，使用时消耗点数，通过收集道具，这个点数很容易增加。底部还显示人物的生命值和经验值，经验值累积后升级，增加 HP 的上限和攻防属性值。进入一些房间可以对话获得信息，在初始的区域内要得到50点经验才能继续前进。
达成条件后获得第一个副武器圣水瓶。后面的场景都是遵循找到一把钥匙，打开一扇门，然后一场 BOSS 战，消灭 BOSS 通往下一层的模式。获得新的武器后不会覆盖之前的，可以在菜单页面进行切换。在一个场景里，除了和敌人战斗，基本上就是要登上平台，找寻一些隐藏通道。这部作品肉眼可见的做得很粗糙，在动作的部分，人物移动很缓慢，挥剑也很慢，使用副武器和跳跃的动作都显得比较僵硬。平台和关卡的设计很单调，不同区域场景的搭建差异并不明显。很多的敌人都是使劲往身上贴的廉价攻击方式，一些陷阱的设计也不友好。在敌人角色的形象设计上，看得出想要学习恶魔城的风格，不知道是美工的水平还是审美的问题，不少敌人的形象比较怪异，反而让人印象较深。最终 BOSS 阿斯莫杜斯完全没有压迫感，要在倒计时内消灭他，然后救出女友脱出。游戏评价2颗星。泰东足球，这款足球游戏的原名是 Kick and Run， 最初是泰东1986年发布的一款街机作品，后来移植到红白机平台，只有磁盘版。游戏的名字起得比较低调，泰东也没有像其他的几个厂商那样专门命名一个体育系列。一开始选择模式，双人游戏可以选择对战或者合作对抗电脑，共有7支可选的国家队：日本、西德、意大利、英国、巴西、阿根廷和美国。每个队伍都有自己的特点。之后是1到5个难度级别和设置半场比赛的时间。操作上比较传统，进攻时 A 键射门， B 键传球；防守时 A 键是铲球，按 B 键人物会跳起阻拦球路，守门员可以手动控制。在中场休息时可以选择观看啦啦队的表演，或者直接跳过。作为红白机上的足球游戏，人物带球和踢球都相当的流畅，动作连贯，射门和传球时球的速度也很快。相比之前同平台的几款足球游戏，操作体验上要更好。由于是直接移植的街机内容，可游玩的模式很有限，内容不多。红白机的磁盘版，人物在跑动的时候，2只手始终放在胸前，没有摆动的动作。当斜向跑步时，看上去有点像僵尸走路。街机版是没有这个问题的。个人评价3颗星。狂气之馆，也有翻译叫疯狂学园，这是一款电脑端的移植作品，最初是1987年卢卡斯影业开发发行的，由著名的设计师罗恩·吉尔伯特担任设计。基于这个游戏，他还开发了一个名为 Scum 的冒险游戏引擎。该作在多个平台都有移植版，红白机上有2个不同的独立版本，通常被认为是2款游戏，都是由杰里可发行。今天介绍的是日版，杰里可自己做的移植开发。90年还发行了 NES 版，NES 版是卢卡斯影业负责开发的，这个版本以后单独再讲。20年前，一颗有知觉的流星坠落在了弗雷德医生家的豪宅附近，他给弗雷德一家洗脑，并指示弗雷德获得人脑用于实验，研究死而复生的方法，并计划统治世界。几年后的一天，当地一所学院的偶像桑迪误入了疯狂的豪宅。桑迪的男朋友戴夫担心他的安危，和同学们组成了一支救援队进入豪宅。一开始选择角色，除了主角戴夫，还得选择2个同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不同的角色能力也决定了后面流程里解谜的方式和路线。进入场景后，基于上面提到的游戏引擎，操作和传统的第一人称文字冒险不同。几个主角会出现在屏幕上，顶部是人物的对话框，底部有几排指令选项。如果要执行某项操作，方向键控制光标，先按 A 键选择指令，然后用光标选择画面中的对象来执行，按住 B 键将光标悬停在场景的不同位置，如果有东西就会显示对应的信息。要在3个角色间不断的切换，分别控制他们完成相应的解谜。本身的探索具有相当的自由度，中间还会穿插一些过场动画的剧情。根据玩家的行动，有些事件会在一定的时间后发生。例如这里，戴夫在厨房调查，此时穿插了一段弗雷德的儿子艾德的过场剧情。他饿了会去厨房找东西吃，之后如果戴夫还待在厨房，
过一段时间就会撞见对方，因此需要尽快离开。离开后过了一会儿，就会出现对方来到厨房的剧情。有些情况下，角色可能会被弗雷德或者家属抓住扔到地牢，这时角色就无法使用，需要将他从地牢中救出来。游戏最后要让弗雷德医生摆脱洗脑的控制，需要处理掉坠落的流星，实际上他是被宇宙警察通缉的凶恶罪犯。这部作品的原版在欧美有很大的影响力，素质也很高。除了上面提到的自由度，指令操作的组合方式有很多可以互动的内容，但也正是这种方式不能像传统的文字冒险游戏逐个尝试来解谜，因此解谜的难度很大，还设计了很多导致死亡的陷阱，如地下室有个引爆核弹的开关，按下就直接爆炸。红白机的这个版本虽然有原作的基础，但也有些问题。本身针对电脑开发的引擎，红白机用方向键控制，设计不好的话，操作就会很麻烦。加上前面说的现实事件要避开敌对角色，有可能导致操作不及时。另外，语言翻译是当时游戏本地化问题的重灾区。原版还有个特色是美式幽默的文字风格，日版这块就直接丢失掉了。总的来说，虽然是一部好的作品，但这个版本并不太适合现在的玩家来体验。个人评价2星半。灵幻道士根据1985年著名的香港电影《僵尸先生》改编的游戏，年纪稍大一些的朋友应该很多都看过这部电影。电影在日本上映时的片名叫《灵幻道士》，因此游戏也沿用了这个名字。除了日版，2年后还由富士产经国际发行了美版。和很多早年电影改编的游戏一样，内容和电影故事没有太大的关系，只是使用了电影中的角色。本作是横版动作的类型，目标是要在不同的村庄消灭僵尸。在村庄里的建筑前按键能查看建筑的信息，进入建筑后通常是和僵尸进行1v1的战斗。A 键踢腿， B 键出拳，方向键上跳跃。村子的建筑有几种类型，一开始最好去到寺庙，这里消灭僵尸后能用作回复体力。普通的住宅反复进入可以刷怪，消灭僵尸后会获得特殊的物品或者卷轴，这里叫做古法书，数量显示在画面的顶部。收集古法书后进入道场，回答问题可以购买升级技能，包括增加连续出拳和踢腿的次数，强化跳跃和速度等等。特殊的物品有4种，有物品的时候进入房间，徒弟会出来对话，这时可以切换物品，用多了物品会损坏。镜子能远距离强行把僵尸击倒，但没有伤害。符纸贴在僵尸的头上，让他暂时不能移动。圣剑可以当做攻击的武器，能延长攻击距离，同时能把僵尸击倒，但攻击力比较弱。得到铃铛后能控制一个小僵尸进行战斗，不过它比较弱，实际的用处并不大。在一个村子里击败不同的僵尸后，收集3个玉球之后就可以去对付本关的 BOSS， 他们通常都在墓地或者洞穴这类地方。击败 BOSS 后就解决了村子里的麻烦，过关。总共有8个不同的村庄，按照上面说的模式清理每个关卡。到后面的村庄能学习的招式技能更强，但也需要消耗更多的古法书。 BOSS 基本上是拥有特殊能力的僵尸，战斗时也会使用不同的能力。这部作品本身的设计思路还是不错的，人物能够学习的招式很多，但动作的部分做得不好，战斗时攻击命中的距离不好把握，经常会出现攻击穿过僵尸的身体不能命中的情况。敌人不同的颜色和体型表示他们有不同的属性，不过僵尸的基本动作都是双脚跳，大同小异。少数的几个 BOSS 攻击方式有些区别，每关的模式都是一样，要学习技能反复的刷怪，又加长了游戏的时间，让战斗的重复感更强了。游戏评价2星半。科乐美首尔奥运会放在当年应该叫汉城奥运会，几个月之后发行了美版，后来还有欧版。对应红白机的日版来说，这是科乐美第3部运动会作品，对于 NES 版本来说是第2部。NES 版本的游戏名是田径2，两个版本内容上稍有区别，主要是 NES 版有15项比赛，比 FC 版多一个项目。进游戏后3种模式，第一种训练模式，任意选择一个项目进行练习；第3种对战模式，
2个玩家对战，但只有3个可用的双人项目。最主要的是第2种奥林匹克模式，选择一个国家之后有一段运动员的入场动画，这个模式中表现得好才会进入后面的项目。简单介绍下各项内容：击剑、方向键移动、A 键攻击、B 键防御，结合方向键上和下攻击不同的部位，先得5分获胜。3级跳远， A 键加速， B 键跳跃，跳跃的角度取决于按住 B 键的时间长短。游泳， A 键加速划水，氧气消耗后按 B 键换气。跳台跳水， A 键确定跳跃的方式， B 键跳跃，空中按 A、B 结合方向键做技巧动作。飞碟射击， B 键锁定， A 键射击，后面的几轮要手动控制朝向。链球，方向键快速旋转， A 键将球扔出，扔出的角度取决于按住 A 键的时间长短。跆拳道， A 键踢腿， B 键出拳，结合方向键做出各种动作。撑杆跳高， A 键加速助跑，合适的时机按 B 键撑杆，越过横杆时再按 B 键松开。划船， A 键往前划水， B 键往后，结合左右方向键转向，还得按照画面指示的标识牌穿过门或者进行环绕。射箭，方向键调整方位瞄准，快速按 A 键蓄力， B 键发射。障碍赛跑，连续按 A 键加速，遇到障碍时 B 键跳跃。单杠， A 键上杠，然后继续连按大回环加速，按 B 键做出技巧，做什么动作取决于角色所处的位置和速度，最后按 B 键下杠。另外有2个奖励的内容，滑翔伞和 NES 版独有的第一人称的射击游戏，它们不属于比赛项目。掰手腕只在双人对战模式中才有，玩法就是快速的按 A 键。另外2个双人对战项目是击剑和跆拳道。这作里的内容相比前作可以说丰富了很多，美版发布后相当的受欢迎，玩法上更加复杂了，不像之前那样简单明了，有几个项目的操控比较差，拉低了游戏的评价。另外当年没有连发键的话，时间长了按着会很累，音画水平有了大幅的改进，个人评价3星半。孔雀王，玻璃佳音发行的一部漫改作品，改编自荻野真著名的漫画《孔雀王》。漫画的第1部1985年到1989年在青年 Jump 上连载，在88年、89年和91年出了3部 OVA， 后来一些年续作的漫画也出了几部 OVA 和电影也都有，但热度就差了很多。改编的游戏有4款，最知名的应该是 MD 上的动作游戏《孔雀王2幻影城》， FC 上有2款，本作是第1部。游戏的故事从高野山寺庙的异变开始，由于比瑞山遭到破坏，原本封印的魔物大量出现，孔雀前往调查一系列的妖异事件。本作采用了文字冒险加 RPG 的战斗形式，在探索和推进剧情时采用文字冒险的方式，左侧显示场景的图片，右侧显示各项指令，画面底部显示信息或人物的对话。指令选项除了常规的移动、查看、谈话、拿取、使用这些，还有一个法术，在某些场景要用到法术，比如使用欢喜天获得密码。战斗时采用 RPG 的回合制，人物有体力和气力，相当于 HP 和 MP， 但在战斗时无法查看，这时指令有普通攻击、逃跑、法术和使用道具。敌人大多为妖怪或魔族，很多的情况下普通攻击的效果不佳，需要消耗 MP 使用法术，开始能用的点数很少，战斗获胜后 MP 有少量的回复。这里也没有经验值，人物的能力值、法术和装备物品随着情节的推进而提升。除了一些剧情的战斗，某些场景还有随机触发的战斗，由于没有经验值系统不能刷级，回复手段又很有限，到了一些剧情战斗时的人物状态有很大的运气成分，而且本身战斗中的伤害数值也有很大的随机性。本作的说明里提到故事改编于1988年的 OVA 第1部《孔雀王鬼环记》，我之前没有看过 OVA， 为此特地去补了动画，结果发现除了几个角色的形象，游戏的故事和动画并没有什么关系。也许考虑到当时红白机众多的低龄玩家，直到最后击败大 boss 暗之大军，也没有看到 OVA 或者封面图上期盼的画面。依赖于原著的世界观，游戏做成文字冒险的形式还是比较合适的，探索解谜的部分难度一般，
但加上前面提到的随机战斗，会拖慢节奏和带来很多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后面的迷宫探索。好在现在有了即时存档，玩起来会轻松一些。个人评价3颗星。唐老鸭 Chemical 开发的作品，类型是一个另类运动的小游戏合集，里面的内容基于1987年电脑端的一款叫做《另类世界游戏》的游戏，主要面对的对象是儿童群体。首先发行了日版，以迪士尼的唐老鸭作为主角，这也是唐老鸭首次登陆到红白机上。在90年，由 Chemical 的好伙伴 Sega 发布了美版，美版的游戏角色替换成了史努比和他的兄弟斯派克，游戏名也变成了史努比的愚蠢运动盛会。之前换皮游戏也介绍过一些，但这么换的比较少见。游戏内的地点设置在意大利，唐老鸭到意大利旅行，要游玩6个另类的体育小游戏。开始的模式除了单双人，还可以选择只玩单个项目或者完整项目。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小游戏的内容。布袋赛跑，唐老鸭和黛西下半身装在布袋里跳跃，倒计时内看谁先到终点。A 键蓄力跳跃，中途有井盖干扰，上下方向键调整位置。扔靴子，方向键旋转 A 键扔出靴子并记录距离。Hopping 跳跃，踩在弹簧高跷上 A 键结合方向键跳过墙壁前进。跌落游戏 A 键推动 B 键扔出，要将黛西从威尼斯的小船上推入河里。披萨运输，拿着一叠堆得高高的披萨，在限定的时间内搬运到终点，移动的同时用方向键控制平衡。撑杆过河，有些像撑杆跳高，用杆子撑到水里，然后越过河水。A 键助跑 B 键撑杆。在完整的项目模式里，6个小游戏要循环3轮，最后根据获得的分数评判成绩，看是否得到奖牌。游戏里场景都是以意大利的标志性建筑为背景，游玩的同时还能看看景色。角色的表情和动作很细腻，滑稽感也很到位。小游戏设计的不错，适合小型的聚会，但内容太少了，没法长时间游玩。个人评价3颗星。八只眼，由斯考兔子开发的一部横版动作作品，之前也介绍过该公司的几款游戏，也提到过它主要开发电脑游戏。本作有日版和美版，2个版本有着完全不同的故事设定。在日版里，以19世纪末的巴尔干半岛为背景，大英博物馆派出考古的一个研究小组被残忍杀害，文物和挖掘的日志被盗。主谋是由露丝·格兰迪尔领导的邪恶组织，以恶魔崇拜而闻名。得知露丝偷走了神器，准备用于复活恶魔的黑暗仪式，英国武器学院的第7师，也就是后来的军情5处，派出了朱利安·詹姆斯·邦德，带着他的宠物鹰前往阻止这个阴谋。在美版里，背景设定在后世界末日的未来，人类正从数百年的混乱和核战争中恢复，凭借8颗宝石的力量进行重建，也被称为8只眼。但国王被8个渴望权力的公爵放逐到荒原，并偷走了宝石。主角奥林和他的战损卡特鲁斯潜入公爵的城堡，夺回8只眼。一开始有8个不同的城堡，外围的7个关卡可以任意选择。主角挥舞剑攻击，击中后最好立即后退躲避。消灭敌人可能会掉落十字架，白色的十字架补充画面顶部的红条，这是使用特殊武器的能量。红色的十字架补充血量。使用肩膀上的老鹰是本作的特色，按方向键上加 B 键让老鹰飞出去，它会在释放的高度附近上下飞行。按方向键下加 B 键俯冲攻击。老鹰有自己单独的血条，通过它自己获得回血道具也能回复。另一个作用是通过老鹰击打场景里的特定位置的石块，获得隐藏物品，其中还包括有提示信息的卷轴。如果是双人游戏模式，2P 玩家可以单独控制老鹰，2个人配合操作难度上要降低不少。有时候获得了其他的特殊武器，按下暂停键选择不同的武器，使用时消耗顶部的红色量表。特殊攻击是方向键上或者下加 A 键，也就是跳跃键。每个关卡末尾都有 BOSS， 消灭 BOSS 后能得到新的剑，并取代现有的剑。这把剑对于某个特定的 BOSS 能造成额外的伤害，但对其他的 BOSS 效果就很弱。
因此合理的关卡顺序非常重要，能大大的降低面对 BOSS 时的难度。实际游玩时如果选错是很难过关的。通过前面7个关卡后，才能进入最终的露丝的城堡。在这里要先把之前关卡的 BOSS 再打一遍，然后面对露丝，消灭它后还得按顺序摆放好8颗宝石才能通关。仅从框架的介绍看，可能认为这是一部还不错的作品，但不管是角色的操控、关卡的设计和敌方杂兵以及 BOSS 的设计都不怎么样，而且所谓的选关也并不自由，整体看上去像是恶魔城加洛克人的粗略拼凑。个人评价2星半。梦冒险也有翻译为少年梦冒险，由阿特拉斯开发，南梦宫发行的一款文字冒险作品。游戏的卡带内搭载了特殊的音源扩展芯片，能使用8个声道，音质水平在红白机上相当的高。故事发生在一个幻想世界，主角艾丽卡和佐藤，由于名字是平假名，也没有标准的翻译，我这里用的是音译。两人是一对双胞胎兄妹。一天夜晚，他们正准备入睡，被一只双脚走路的猫引导到了神秘的世界，这里有各种拟人化的动物。两个主角被告知，只要找到时光之冠，就能了解真正的幸福。游戏最大的特点是采用了双人冒险的模式，在不同的地点之间移动时的方式是俯视角下控制人物在大地图上行走，分成左右2个画面。单人游戏时分别控制2个角色移动，也可以双人游戏，一人控制1个角色，但只允许进入1个场景。当进入到场景内，画面切换，进入的角色切换到第一人称视角的局部场景，就成了传统的冒险模式。另一个人物还停留在大地图上。实际在游戏的过程中，很多的解谜内容都需要2个角色同时在场才能完成，也就是说要分别控制2人到达场景。也有需要特定人物来完成的解谜。画面的右下方2排图标是可选的指令，作用清晰直观，基本上一眼就能看得明白。信息和对话会显示在左侧书的图案上，有的时候会有问答测验的环节，这时要回答一些关于动物的问题，如果失败还有机会重来。双人游戏的模式下，测验会被迷你小游戏替代。除了序章的过场动画，游戏分成6个章节，前5章基本遵循住宿、解谜，再到下个城市，有些时候也有迷宫的探索。每章完成内容后，前往车站使用交通卡前往下个城市，就可以进入到下一个章节。前面集齐了关键的道具，最后在迷宫中得到所谓的时光之冠。故事结束的终章，2人从睡梦中醒来，发现做的是同一个梦。正在疑惑不解时，父亲告诉2个孩子，他就是游戏里那个神秘的僧侣，母亲就是第5章里出现的人物。故事结束在一家人边用早餐边聊天的普通时光。这部作品除了高质量的声音，画面水平也得到了广泛的好评。当年如果是2个人一起玩，应该有不错的体验。单人游戏时反复切换控制比较麻烦，现在来玩的话需要很大的耐心。解谜本身没有太出彩的地方。另外，在游戏发售13年后，被人发现隐藏在其中的信息，一名开发者辱骂他讨厌的其他团队成员，并把这些话藏在了游戏当中，有些话还很刻薄，并且指名道姓，后来也被当成了有趣的谈资。游戏评价3颗星。霹雳游侠 Pack in Video 开发的一款赛车竞速结合射击类型的游戏，根据著名的同名电视剧改编。电视剧当年在国内也很火爆，很多年纪稍大一点的朋友应该都看过。电视剧在美国本土是82年到86年播出，分成4季，一共84集，讲述了主角迈克尔·奈特驾驶拥有先进人工智能而且能说话的跑车 Kit 打击犯罪的故事。游戏最先发行了日版，后来也推出了美欧版本。NES 版由 Acclaim 发行，2个版本差别不大，驾驶时车辆仪表盘的显示略有区别。和很多这类改编的游戏一样，故事内容和电视剧没有太大的关系。进入游戏后有任务模式和驾驶模式，在任务模式里，开车经过15个城市，从洛杉矶前往旧金山，在美国地图上经过一个大环线后，最后回到洛杉矶。开车的视角是坐在驾驶室内的第一人称，画面下方有本关的时间限制，
仪表盘上左侧的一个横条是车辆的护盾值，相当于血量；右侧的一个横条是剩余的燃油，这些都能在驾驶的过程中获得补给。方向键上和下控制车辆加减速度， B 键激活涡轮增压，让车辆跳起，需要消耗额外的燃油。A 键发射机枪攻击敌人。道路上其他的车辆有3种颜色，蓝色车辆表示平民，红色的是敌方车辆，黄色是携带道具的敌方车辆，消灭它获得道具。也有特殊的卡车会提供补给，道具的类型用不同的字母表示。除了前面说到的几个补给，还有2种额外的武器，导弹和激光。通过获得对应的道具，也能补充特殊武器有限的弹药。一段路的末尾通常都有一场 BOSS 战，多数时候是一辆大卡车，后面也有直升机敌人。在关卡之间能对车辆的性能进行升级，包括最大车速、护盾、燃油值和特殊的武器。游戏的第2个驾驶模式，关卡内容和任务模式一样，只是车辆没有了武器，也没有敌人，成了单纯的竞速赛车。这时车辆的性能直接是最高等级。如果是说基于电视剧的改编，这个游戏没有体现任何原著的特点，最起码你得让车出个声，说几句话。电视剧的情节现在记得已经不多了，除了车子的人工智能说话很幽默，我就记得主角差不多每集都会遇到不同的美女，一上车就会被征服。游戏本身的素质一般，个人评价2星半。赌城拉斯维加斯 HAL 开发的一部作品，游戏有日版和美版。日版的发行方是当时的 Epic 索尼，美版游戏名叫维加斯之梦，2个版本都是全英文的，美版的内容要稍多一点。游戏由21点、轮盘、老虎机和肯诺4个博彩的小游戏组成。如果仅仅只是玩小游戏就差了点意思，因此还安排了简要的主线故事。一开始玩家坐飞机来到拉斯维加斯，兜里装着700美元，要赚到1000万就能看到通关画面，所以本作是要讲一个励志的故事。在赌场进行几轮游戏后，会随机发生一些事件，与各种角色进行互动，包括商务人士、其他的顾客或者赌场的员工，也可以和异性约会或者结婚。有的内容只在美版出现，根据玩家的选择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有可能是好事，也有可能是坏事，身上的钱也会随之增加或者减少。如果输光了所有的钱，还有最后一次玩老虎机的机会翻盘。赌博游戏的规则就不多做介绍了，这里玩家能有更多控制权的游戏是21点，轮盘和老虎机下注之后就只能等待结果。肯诺相当于一个猜数字的彩票游戏，在所有的数字当中选择1到15个数，开奖会展示20个数字，看自己有多少个能猜中。对于这种类型的游戏，我本身兴趣并不大，虽然用700美元赚到1000万很吸引人，但在前面的节目里也有介绍过炒股游戏赚10个亿的，尽管只是日元，不过对这种登上人生巅峰的戏码已经有些免疫了。个人评价2颗星。好了，1988年9月份的游戏就介绍完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喜欢，还请多多支持，咱们下期再见。